比特币在短期上面临风险了吗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从比特币的周线来看呢，我们可以发现啊，我们在过去的行情当中呢，它下跌它是走了五浪的结构，那中间呢有2波段的调整。你可以看，我们从这个位置，这是第一波段的下跌，它下跌之后呢，中间有一段的盘整震荡，然后再走第2段，然后盘整震荡之后呢，再走第3段。那我们在上涨的时候呢，我认为它是可以分成2段的，而我们的第2段呢，它才刚刚开始而已，表示我们这波行情啊，我们也只是刚开头或者说到了中期啊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目前的这一波上涨呢，应该是这样来划分的：上涨之后呢，然后中间有一个调整，调整之后再引领我们第2波的上涨。所以我认为呢，我们后面的这一波上涨会跟我们前面这一波呢，从15000到3万的这一波，它会走成是相同级别的。那以目前来看呢，它的级别还没有走的相对等，或者是说，我认为我们现在的行情呢，它绝对还不到走完的地步。所以一旦我们产生了回调，就会是我在加仓现货非常好的机会，或者是说，如果要做合约的话呢，有出现好的机会，有出现好的点位，我也一定会入场的。那如果你持有的多单呢是比较低位的多单，就好比说你当时持有的单子呢是在像这种位置，比如说19000，那么你就不应该在我们中间回调的时候去把这张单子给出掉，这样才可以吃到我们整波段的利润啊。那我也认为我们接下来呢上涨之后有调整，调整完之后呢，我们还会再走后面的一波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到日线吧。看到日线呢，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比特币目前是有出现小的风险。我们可以来看，首先我们先把趋势线给画出来啊。那这个趋势线呢，当然我们从4小时或者说更小级别的盘面上，我们都可以验证它的有效性。你可以发现，它就完全依附的这条线在走。那其实我们在日线上呢，这条趋势线我认为它是可以做成标示的作用，也就是你可以发现呢，我们现在已经产生了顶背离。当我们的价格还在创新高的时候，但是我们的 MACD 的快慢线呢，它却没有创出一个新高，它却已经创了比较低的高点了。那这当然是不好的，这表示我们目前已经走成了背离。背离就是多头力量衰竭的一个表现。那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行情当中，我们也曾经走过这样子的情况啊，就是我们在最顶部的时候。当然了，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已经是在最顶部，然后要走这种大幅的回落了。但是呢，我认为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情况是非常雷同的。你可以看，我们当时呢一样，我们价格也是新高的，但是我们的 MACD 却没有跟上，它的快慢线呢创出了更低的高点。那这个时候就产生背离了。当我们在下破这条趋势线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是非常好的入场机会，也就是可以标示着我们这波下跌行情的开始嘛。那当然，我不认为我们会终结这一波上涨，但是我认为，如果我们下破趋势线的话呢，我们确实很有机会可以开启一波下跌。那如果说下跌到的点位呢，就会是我自己抄底非常好的位置了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以太坊吧。以太坊的话呢，它现在还是走得很弱的。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明。那我们先从周线，周线第一个是它并没有突破前高，它的前高点呢大概是在2150吧，我们这次是没有来触碰到的，而且呢它还在原本的区间之内，它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新高。但是比特币可不一样哦，比特币它确实是打出了新高，而且还打出了好一段距离。我们比特币上一个高点是在32000，那我们这一次的最高点已经来到了38000，可见我们在这波的上涨呢，比特币一定是比较强势的。所以如果说我们接下来做多的话，一定是要以比特币为主，至少自己是一定会这样子。那如果说看空的话呢，我会以以太坊作为一个主要的标的。因为你可以看其实我们以太坊呢从最高点到我们现在的点位呢，已经回落了10%、11%左右了。这个其实是很夸张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，比特币它从最高点回落到我们现在的点位，我们就不说最低点了，就是现在的点位，从38000一直到现在呢，其实也就只是3、4%的一个跌幅而已。那可见以太坊一定是比较弱势的，所以如果要做多的话呢，比特币一定是首选；如果要做空的话，以太坊会是首选。当然，要做空并不是我个人的主要的操作方向，因为我自己还是要做。主要是顺趋势交易的。那当然，如果说真的有很好的机会出现的话，也不是说完全不行。那如果你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，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uy 链接。现在只要 KYC 入金$100，就会送你$30的现金，而且还有质押活动，你只要质押$500一个礼拜，就可以获得$60的现金，而且可以直接提币走。非常感谢各位，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